想象你开了一家包子铺，每年净赚10万，有人想买你这家店，出价多少才合理？最朴素的办法是把未来每一年能赚到的钱加起来，但这里有个常识容易被忽略：3年后的10万块和今天口袋里的10万块不是同一个东西。今天的10万你可以存银行，可以拿去投资，到了明年它就不止10万了。反过来说，明年才到手的10万折算回今天，其实要打个折扣。利率越高，这个折扣越狠。金融世界把这套把未来的钱折算成今天值多少的方法叫做现金流折现，英文书写是 DCF。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无处不在的引力场，利率越高，引力越强。一切要等很久才能赚到大钱的资产，今天标价就越低。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引力场在变弱，利率一路走低，钱越来越便宜，未来的故事越来越值钱。但从2022年开始，美联储连续加息，引力场骤然增强。到2026年3月，联邦基金利率，也就是美联储给整个金融体系设定的基准价格，停在 3.50% 到 3.75% 之间。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 4.44%， 创8个月新高，30年期逼近 5%。19位美联储决策者中，近1/3在点阵图上给出的利率预测，意味着2026年全年不会降息，甚至连一次都没有。市场的共识正在快速收敛到一个此前少有人敢想的剧本：高利率可能不是插曲，而是常态。这就是第一股力量，宏观的重力。他说，一切远期资产都要老老实实的被折现率压住。但就在同一个月，另一件事也在发生。OpenAI 以超过8400亿美元的估值完成了1100亿美元的融资。Anthropic 以3800亿美元的估值完成了300亿美元的融资，这些数字在16个月前还不到现在的1/5。如果利率在压制一切长久期资产，为什么 AI 的估值还在飙升？这就是第二股力量， AI 平台垄断的商业逻辑。他说，谁控制了算力、数据和模型，谁就拥有了下一个时代的征税权。这种控制权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值得为它付出几乎任何代价。两股力量方向相反，信号都很强。这部视频要做的事情不是简单的判定谁对谁错，因为他们可能同时是对的，只不过作用在不同的对象身上。我们要做的是把笼统的 AI 资产拆开，按照钱从哪里来，钱怎么赚，这两个维度一层一层的测试，在高利率长期持续的世界里，哪些 AI 资产会被引力场拉回地面，哪些可能真的拥有逃逸速度。先说清楚宏观的处境，因为很多人还低估了更久、更高这4个字的含义。利率之所以下不来，不是美联储不想降，而是通胀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拔不掉。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这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温度计在2026年初回升到了 3.1%， 背后有2个结构性的推手。第一，伊朗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冲击，油价给整条供应链加了一层成本。第二，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状况，失业率只是微微升到了 4.4%，但薪资增长依然稳健。摩根大通的分析给出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数字：由于移民政策收紧和人口老龄化，美国每个月只需要新增大约25000个就业岗位，就能维持失业率不上升。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远比数字显示的要紧绷，美联储几乎找不到降息的借口。高盛量化了利率对股票估值的杀伤力，
美国国债的实际收益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标普500指数的远期市盈率，也就是投资者愿意为每1块钱未来利润支付多少倍，价格会下降大约7%。更麻烦的是，高盛还指出，当前收益率的上行主要是财政赤字和通胀驱动的。在他们的研究框架里，这种由坏消息驱动的利率上升，对股票最不友好，因为它意味着分母在变大，折现率升高，分子也在变弱，经济前景恶化。2022年的紧缩周期已经给出了一次预演，那一轮加息把纳斯达克100指数的市盈率从大约31倍压到了21倍，大批尚未盈利的软件公司估值倍数几近归零。教科书上关于利率上升压制长久期资产的每一条预言都在那一年兑现了。而2026年的利率环境比2022年更具结构性。点阵图，也就是美联储各位决策者对未来利率路径的个人预测汇总显示，多数人认为2026年至多降息一次，而长期中性利率的估计值已经爬升到 3.125%。这意味着，即便美联储最终降息，终点也远高于2010年代那个接近零的时代。2027年前不降息，已经不是一种极端假设，而是接近市场定价的中位数预期。现在说第一个很多人忽略了的事实，在公开市场上 ，AI 龙头股的估值已经被大幅压缩了。这话听起来可能反直觉，毕竟新闻里每天都是 AI 的热度 ，NVIDIA 的业绩、大模型的突破。但如果你打开这些公司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年度财务报告 10K 文件，这是上市公司必须向监管机构提交的法定材料。造假要坐牢的那种数字，讲述的故事比叙事冷静得多。NVIDIA 的远期市盈率，投资者基于未来1年利润预期愿意支付的倍数大约是20倍。它的5年平均值是多少？ 69.8 倍。也就是说，市场给 NVIDIA 的估值倍数已经从峰值压缩了超过 70%， 而这发生在它的营收以每年 65% 的速度增长，自由现金流接近1000亿美元的背景下。微软的远期市盈率大约19倍，5年平均值 33.2 倍，压缩了 42%。Meta 大约20倍 ，Alphabet 大约24倍，接近历史均值。有一个叫 PEG 的指标可以帮助感受这个折扣有多深。PEG 等于市盈率除以盈利增长率，衡量的是你为每1个百分点的增长支付了多少倍价格。一般认为1附近是合理的。NVIDIA 的 PEG 只有 0.53， 意味着市场给它每1个百分点增长的出价只有合理水平的一半。对一家年增长 65% 的算力垄断者来说，这种折扣通常只在一个情况下出现，市场不相信这个增速能持续。20倍的远期市盈率已经是成熟工业公司的水平，而不是增长垄断者应有的标签。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宏观 thesis 在公开市场上已经赢了一半，折现率的引力场确实在发挥作用。公募 AI 龙头的估值已经内嵌了相当程度的利率悲观，他们的股价在2026年明显跑输了能源、公用事业和工业板块，这是2022年以来科技股第一次系统性落后。但也意味着，如果你今天还在问 AI 会不会被利率压估值，这个问题在公开市场层面已经过时了。更有意义的问题是，既然公开市场已经完成了一轮再定价，那些估值还在狂飙的私募 AI 公司，他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平行宇宙里？这个平行宇宙的入口藏在那些天文数字融资轮的投资者名单里。2026年2月，OpenAI 完成了一轮大约1100亿美元的融资。拆开看投资者结构，亚马逊出了大约500亿美元， NVIDIA 出了大约300亿美元，软银出了大约300亿美元。仅凭这3个名字，你就能看出这不是一笔普通的风险投资。亚马逊投500亿给 OpenAI，
附带的条件是一份长达8年、价值1000亿美元的 AWS 云服务消费承诺。翻译一下，亚马逊花500亿投资 OpenAI， 换回来的是1000亿美元确定性极高的云计算收入。这不是一个资本市场意义上的投资，没有人计算过这笔钱的内部收益率是多少。这是一笔产业联盟内部的利益分配协议，亚马逊用资本锁定了客户， OpenAI 用承诺换来了算力。NVIDIA 投300亿的逻辑类似，它需要确保 AI 生态对其 GPU 的持续需求。软银的300亿则是 Stargate 5000亿美元 AI 基础设施计划的战略入场券。这些交易的估值不是通过折现未来现金流算出来的。事实上 ，OpenAI 在2025上半年还在巨额亏损。如果你应用传统的 DCF 模型，假设 4.5% 的折现率要支撑8400亿美元的估值，这家公司需要产生一种在当前财务状况下几乎不可想象的自由现金流。但没有人在这么算。投资者出价的依据不是这家公司未来能给我分多少红，而是如果我不参与这个联盟，我将失去什么。而当你把目光从硅谷的科技公司转向波斯湾，这种逻辑被推到了更极端的地步。2025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也就是各国政府用国家财富设立的超大型投资机构，在 AI 领域投入了创纪录的660亿美元。阿布扎比的 MGX 基金在成立仅18个月内就投资了 Stargate、OpenAI、Anthropic、xAI、Mistral、Databricks， 目标管理规模1000亿美元，计划每年在 AI 上支出100亿。沙特的公共投资基金砍掉了其他领域 20% 到 60% 的支出，唯独 AI 的预算不减反增，与 Google Cloud 签了1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成立了一个叫 Hammond 的全资 AI 实体，规划了3到6吉瓦的 AI 算力容量。这个数字隐含着900亿到3000亿美元量级的基建投资。卡塔尔投资局拿出200亿美元和 Brookfield 成立了 AI 合资公司。科威特投资局仅2025年就在 AI 和数字领域投了60亿美元。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合计管理着大约49000亿美元的资产。对这些基金来说，利率是多少这个问题几乎没有意义。他们的折现率不是美联储设定的，而是一个更古老、更沉重的问题定义的。如果我不投 AI，20年后这个国家靠什么活？石油总有挖完的一天。当替代的恐惧是无穷大的时候，未来任何一笔收益折算回今天都几乎不打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私募 AI 估值可以在利率高企的环境下逆势飙升，因为给他们定价的边际买家根本不生活在折现率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一个地缘政治的世界里，那里的货币单位不是美元回报率，而是技术主权。传统的金融分析习惯把利率当成一个外生变量，它从美联储那里产生，然后单方向地作用于所有资产。但现实中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德意志银行的研究注意到，债券市场之所以顽固地定价未来几年的降息预期，一部分原因恰恰来自 AI 叙事本身。投资者担心 AI 会大规模替代劳动力，引发经济衰退，而衰退意味着降息。换句话说， AI 的故事不仅在被利率审判，它同时也在反过来塑造利率的预期路径。你以为是利率在定义 AI 的命运，但 AI 也在定义利率的轨迹。这不是一条单行道，而是两股力量在互相定义对方的边界。既然这两股力量都有道理，那唯一诚实的做法就是不再笼统地谈 AI 资产，而是把它拆开，一层一层的检验。我们用2个维度来切分。第一个维度是钱从哪里来，是靠风险投资、基金融资，靠主权财富、基金注资，靠政府预算拨款，还是靠公司自己赚来的利润？这个维度决定了资金的耐心和目的。风投基金需要在5到7年内退出获利，对利率极其敏感。主权基金的投资期限可以是20年。
目标可能是技术自主而非财务回报。第二个维度是钱怎么赚，是做企业软件卖订阅服务，做大模型卖 API 调用，做数据中心出租算力，还是做国防承包商拿政府合同。这个维度决定了现金流的时间结构和确定性。两个维度交叉就形成了一张网格，每一个格子里的 AI 资产对高利率的承受能力天差地别。第一层几乎不看利率的脸色，这一层的共同特征是出钱的人不以财务回报为第一目标。主权 AI 平台就在这里，沙特的 Human、阿布扎比 MGX 投资组合里的项目 Stargate 5000亿美元的基建承诺，这些资本的折现率不是无风险利率加上风险溢价，而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政治折现率的东西。它的高低取决于决策者对技术落后的恐惧程度，而不是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美国国防部的 AI 预算也在这里。2026财年，五角大楼专门用于 AI 和自主系统的预算请求达到134亿美元，是前一年的7倍多。Palantir 的年营收从2024年的约29亿美元跳到2025年的约45亿美元，同比增长56%。2026年的指引接近72亿美元，它几乎不需要固定资产，全部有形资产加起来才3400万美元，赚的是纯粹的软件和数据分析的钱，现金储备超过70亿。Anduril 拿到了220亿美元的陆军合同，正在建造一座10亿美元的制造设施。不过，即便收入来源确定如政府合同，其实估值如果过于极端，风险依然存在。Palantir 当前的市销率股价相对于每1块钱营收的倍数超过108倍，这意味着即便公司经营一切顺利，只要市场叙事稍有松动，股价的回撤空间也是巨大的。这是一个对的公司贵的价格的经典困境。检验信号很直接，如果主权资本在高利率环境下继续加码， AI 投资不犹豫，不要求苛刻的优先股条款，不计较短期财务回报，那么这一层资产确实已经部分进入了传统估值框架之外的世界。第二层，利率有影响，但不是主要矛盾。这一层住着的是已经在大规模盈利的公开市场 AI 巨头。NVIDIA 每年产生接近1000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这是公司在支付了所有运营费用和资本开支之后，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钱。它的净现金、头寸现金减去债务超过500亿美元，这意味着 NVIDIA 几乎不需要借任何人的钱来扩张。微软每季度的云收入超过500亿美元。Alphabet 一年的经营性现金流接近165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估值倍数已经被压缩到了历史低位附近，内嵌了大量的利率悲观。高盛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来理解这一层。在决定这些公司股价的因素中，增长预期的权重是利率变化的3倍。也就是说，对 NVIDIA 和微软而言， AI 能不能持续带来营收增长这个问题，比美联储会不会降息重要得多。利率是背景音乐，不是主旋律。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资本开支。5大科技巨头合计的资本开支主要用于建设 AI 数据中心和购买 GPU， 从2024年的大约2560亿美元飙升到2025年的4430亿。2026年预计将达到6600亿到6900亿。没有一家公司表示会因为利率居高不下而缩减投资。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据报道说过一句话，他宁可公司破产，也不愿意在 AI 竞赛中落后。Meta 的扎克伯格计划到2028年在美国数据中心上投入6000亿美元。当一家公司用自己赚来的钱以这种规模和决心去投资，它传递的信号是，在它自己的折现模型里， AI 带来的回报远远超过了当前的资本成本。利率高不高，对他来说是成本问题，不是生死问题。第三层，利率是生死线。这一层的故事和前2层截然不同，虽然它们经常被混为一谈。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分需要先说清楚，同样叫 AI 基础设施，
用自己的钱建和用借来的钱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意。上一层里的微软、亚马逊、谷歌用每年数百亿的自由现金流和投资级信用评级去建数据中心，利率上升对他们的影响是利润率收窄几个百分点。但 CoreWeave 一家专门为 AI 训练和推理提供 GPU 云服务的公司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它的债务与股东权益之比是 4.8 倍，表外还有340亿美元的租赁义务，利息支出在1年内翻了3倍，达到3亿1100万美元。它的债务结构是分层的，一边是利率 9.25% 的高息公司债，另一边是利率只有 1.75% 的可转换债券，后者看似便宜，但本质上是用未来的股权稀释换取今天的低息，赌的是股价会涨。Oracle 的处境更加微妙，1060亿美元的总债务，多家分析机构预计其到2029年前自由现金流都将是负的。数据中心 REITs 一种把数据中心打包成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资产类别，在2025年整个板块下跌超过 14%， 是所有 REIT 类别中表现最差的。这些资产和上一层的科技巨头自建基础设施，虽然都在为同样的 AI 客户用同样的 GPU 芯片提供服务，但他们对利率的敏感度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前者是用别人的钱建 AI， 利率每升1个百分点，融资成本就实实在在地多出几亿；后者是用自己的钱建 AI， 利率升降主要影响的是那些买他们股票的投资者怎么给他们打分，而不影响他们的建设能力。同样脆弱的还有那些纯粹靠风险投资支撑的前沿 AI 公司。当利率居高不下时，风投基金的出资人会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来补偿持有风险资产的机会成本，退出渠道无论是上市还是被收购的估值倍数都会收缩。这种传导链条是直接而迅速的，利率上升退出，估值下降，新一轮融资更难估值打折甚至下调。Safe Superintelligence 以320亿美元的估值融资，但没有任何营收，这是整个光谱中对利率最敏感的极端案例。要监测这一层的风险何时从估值被压升级为生存危机，最好盯住一个指标：信用利差，也就是企业债券利率相对于国债利率的差额。利差越大，说明市场对企业违约的恐惧越深。当信用利差开始走扩时， CoreWeave 和 Oracle 这类高杠杆 AI 基础设施公司的债务将面临重新定价，问题会从股价跌多少变成债能不能还上。到目前为止，分层测试的结论似乎相当清晰，主权和战略资本支撑的那一层可以无视利率，盈利的公募巨头已经消化了大部分利率冲击，而高杠杆和亏损的那一层会被利率压碎。但在我们过于舒适地接受这个结论之前，有必要问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历史上有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在被公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之后，真正逃脱了高利率对估值的压制？答案令人清醒。1990年代末的电信基建热潮，在精神气质上和今天的 AI 热潮惊人的相似。光纤网络的技术前提是完全正确的，互联网确实改变了世界，带宽确实成为了新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者为此投入了超过5000亿美元。但当2000年3月泡沫破裂时，纳斯达克电信指数从高点下跌了 62%， 那些铺设光纤的公司大面积破产。他们建造的光纤至今还在地下运行，支撑着你正在使用的互联网技术判断没有错，但为这个正确判断支付的价格错了。1970年代的能源股提供了另一组启示，石油危机赋予了能源公司真实的定价权和供给稀缺性。埃克森的年化盈利增长达到 17%， 这是那个时代利润增长最确定、供给最稀缺的资产类别。但即便如此，能源股的市盈率依然随着整个市场一起被压缩了。他们实现了相对跑赢，在别人亏 30% 的时候只亏 10%， 但没有实现绝对的估值免疫。
冷战时期的军工股，则是政府合同提供确定性这条逻辑的最佳历史测试。洛克希德、波音、通用动力拿着长达数十年的国防预算承诺，收入的确定性极高。他们在高利率时期确实跑赢了大盘，但不是因为估值倍数扩张了，而是因为盈利的可预测性给了投资者一份在动荡时期特别值钱的安全感。3组案例跨越3个不同的时代和行业，但历史给出的规律是一致的。当期就有真实盈利和充裕现金流的公司可以相对抗压，掌握供给侧稀缺资源的公司可以相对跑赢，获得政府合同或主权资本支持的公司可以获得额外的确定性溢价，但没有任何一个类别在利率持续高企的环境里能够维持极端的估值倍数。那些最终穿越周期的赢家，不是因为他们逃脱了引力场，而是因为他们在引力场中拥有更强的引擎、更确定的现金流、更低的杠杆、更难以替代的竞争地位。引力场始终在那里，区别只在于有些人飞得高一点、久一点。但历史类比有一个天然的局限，它假设过去的格局可以外推到未来，而 AI 正在改变的恰恰是格局本身。这里需要引入一个不太常规的视角。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在1981年就预言过一种可能性：当信息处理的成本趋近于零时，真正稀缺的将不再是信息本身，而是注意力和处理信息所需的物理资源。AI 正在让这个预言兑现，大模型把思考的边际成本压到了接近零。你可以用几美分调用一次 GPT-4 级别的智能，而3年前这需要几十美元。但支撑这种廉价智能的物理基底电力、冷却用水、先进制程芯片、数据中心用地正在变得极端稀缺。这种认知丰饶与物理稀缺的剧烈摩擦，给了控制物理资源的平台一种类似于石油时代的租金，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坐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必须经过的入口上。尽管 Google 用自研的 TPU 芯片运行 Gemini， 亚马逊在推 Trainium， 微软在开发 Maya， 但绝大多数 AI 公司的训练和推理仍然高度依赖 NVIDIA 的 GPU 及其 CUDA 软件生态。当一个生态系统占据了约3/4的市场，且替代方案的迁移成本极高时，平台方获得的就不仅是芯片销售收入，而是一种接近于数字税的定价权。只要物理供给端的瓶颈不消失，台积电的先进制程产能、SK 海力士的高带宽内存、全球变压器的产能，这种租金就会持续存在，利率的高低改变不了它。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资本正在发生一次静默但深刻的迁移，他们不再通过公开债券市场去追逐利差收益，而是通过双边战略协议直接锚定AI 的核心设施。海湾国家合计49000亿美元的主权资产，正在以一种完全绕过美联储利率传导链条的方式流入 AI 基建。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如果全球最有耐心、最不计较短期回报的资本持续以战略而非财务的逻辑为 AI 平台定价，那么至少在这一小撮资产上，谁是边际定价者？这个问题的答案确实已经从华尔街的基金经理变成了利雅得和阿布扎比的主权投资官，但诚实要求我们说出边界。这种准主权化是局部的、条件式的，它适用于一小撮前沿模型公司和基础设施垄断者，不适用于整个 AI 行业。它不能保护公开市场的 AI 股票免于进一步的倍数压缩，它不能保护高杠杆的 AI 基础设施公司免于融资压力，它不能保护那些以极端估值交易的公司免于均值回归。而且它的成立依赖于一个并非铁板钉钉的前提：主权资本的持续流入。如果地缘政治导致资本管制收紧，如果海湾国家的财政状况因油价下跌而恶化，如果技术出口管制切断了主权买家获取先进芯片的渠道，那么整个脱钩叙事的基础就会被动摇。在所有这些力量的交汇点上，有一个实体
比任何其他公司都更能体现这场博弈的走向，那就是 NVIDIA。NVIDIA 面前摆着两条路，而它最终走哪一条，将会成为判断 AI 是否真的进入后 DCF 时代的最重要的单一信号。第一条路是经典的，用每年接近1000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做大规模股票回购和分红。2026财年，它已经回购了360亿，维持一个高利润、高分红、低杠杆的优质蓝筹股形象。走这条路的 NVIDIA 依然生活在折现率的世界里，只不过是这个世界里最好的一只股票。它的估值仍然会随利率波动，只是波动的幅度比同行小。第二条路是前所未有的，把这1000亿美元的现金引擎当作一个产业主权基金来运作，广泛入股国家级 AI 平台，与主权国家共建数据中心合资企业，投资电力资产，用股权合作加供货绑定的方式，把自己嵌入未来几十年全球算力秩序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走这条路的 NVIDIA 将不再是一家卖芯片的公司，而是一个拥有算力基建网络的准主权实体。它的定价逻辑将更接近于沙特阿美或淡马锡，而不是英特尔或高通。现实中，两条路正在同时推进。NVIDIA 参与了 OpenAI 300亿美元的投资轮，也在和沙特、阿联酋进行主权级别的 AI 基建合作。如果第二条路的权重持续增大，那么 NVIDIA 正在完成一次身份的蜕变，从 AI 淘金热中卖铲子的人，进化为拥有金矿的人。我们无法预知这场博弈的结局，但可以清晰地列出接下来12个月最值得监测的信号。第一，主权资本的流向。如果海湾国家新加坡、挪威的主权基金在高利率环境下继续加码 AI 投资，不附加苛刻的财务条件，不要求严格的优先清算权，那么后 DCF 定价在顶层 AI 资产上的成立就再添一分实证。如果资本管制收紧，导致主权资本流入减速，整个脱钩叙事的根基就需要重新审视。第二，科技巨头的资本开支指引，6600亿到6900亿美元的2026年资本开支计划是否会在下一轮财报季被确认或上调？如果是，说明这些公司自己的内部模型认为 AI 投资的回报远超资本成本，利率不是约束。如果开始出现下调信号，供给侧稀缺的估值基础就松动了。第三，信用利差的变化。如果企业债与国债之间的利差开始走扩，高杠杆 AI 基础设施公司 CoreWeave、Oracle 这一类的风险将从股价下跌升级为能不能按时还债。在信用市场上，坏消息往往是缓慢累积，然后突然爆发的。第四， NVIDIA 的资本配置，回购为主，还是战略投资和主权合作为主？前者意味着他选择了做一只优质股票，后者意味着他选择了成为一个基础设施帝国。第五，下一轮大额 AI 融资的条款。如果新的100亿美元级融资轮由主权资金主导，条款宽松，不要求传统风投那种严格的优先股保护和退出机制，那么边际定价者的身份切换就获得了更多确认。如果风投机构开始要求更苛刻的条款，开始出现估值下调，那么传统的折现逻辑在中腰部市场就在重新生效。2026年的 AI 投资不是一个统一的故事，它是两个平行宇宙在同一块屏幕上播放。在第一个宇宙里，主权基金把 AI 基础设施当作21世纪的石油储备来抢购，他们的折现率不是 4.5% 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而是被技术时代抛下这件事的代价在他们的计算里，那个代价接近无穷大。在这个宇宙里，3000亿美元的估值不是泡沫，是入场券。在第二个宇宙里，一家用 9% 利率借债，用可转换债券续命的算力公司，正在用同样品牌的 GPU 芯片，服务着同样一批 AI 客户。但它的折现率是真实的、咬人的，每一个基点的变动都会落在资产负债表的某一行上。在这个宇宙里，
3000亿美元的估值不是入场券，是判决书。同一个行业，同一项技术，同一种硬件，但因为资本的来源不同，目标函数不同，时间尺度不同，他们活在完全不同的估值引力场里。宏观的人说，利率会压垮一切长久期资产，他们是对的，对第二个宇宙而言。AI 的人说，平台垄断者可以穿越周期，他们也是对的，但只对第一个宇宙中的一小撮幸存者而言。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真正逃离过折现率的引力场，但历史也告诉我们，在引力场中，有些东西确实可以飞得更高、更久，只要它的引擎足够强，它的燃料足够多，它脚下的跑道足够长。大分化不是即将到来，它已经在发生。